一锅咖喱引起了群体性的中毒。一名家庭主妇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根据调查，她不光给邻居下毒，给朋友下毒，甚至还给自己的丈夫下毒。人们都称她为毒妇。她的名字叫林真须美，是日本战后的第11位女死刑犯。但是呢，对于她的案子呀，至今仍然是存在着争议的。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我们来讲和歌山毒咖喱事件。1998年7月25日，这天是日本的夏日祭典节日，人们呢都会聚集到一起，载歌载舞，品尝美食。和歌山市的原部地区总共有69户人家，大概是200多人。主妇们早早的就聚集起来，为夏日祭典准备各种食物。其中呢，作为主食的咖喱饭由20名主妇分组来制作。时间到了中午，就在咖喱饭马上就要煮好的时候，社区内超有钱的主妇37岁的林真须美姗姗来迟。几位主妇看到她之后，脸色一变，忍不住小声抱怨：活都干完了，你来干什么呀？现在来还不如不来呢。这些话呢，就像针一样的刺伤了林真。林真脸色通红，愤然离去。其实呢，即便是没有这次迟到的事情，林真在邻居当中也并不受欢迎。他脾气暴躁，经常和邻居吵架，他的生活习惯也不好，乱扔垃圾，深更半夜唱歌弹琴。再加上家里有钱，他总是带着一股高高在上的姿态，种种原因让他成为了主妇圈子里被排斥的对象。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场看似普通的邻里间的小矛盾，竟然会成为一场巨大的悲剧。离开了40分钟之后，林真又回到了现场，表示自己还是想帮忙。于是呢，他被安排了任务，从中午12点半到下午1点看守那个已经煮好的咖喱。下午1点之后呢，会有其他的主妇来替换他。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呢，下午6点左右，活动现场陆陆续续聚集了很多人。人们在观看节目表演的同时，也品尝着美食。作为主食的咖喱饭更是人们必选的食物，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基本上呢都吃了一份咖喱饭。但是突然间，最先吃下咖喱饭的人们开始腹痛、呕吐，倒在地上。紧接着呢，倒下的人是越来越多，有的人甚至开始口吐白沫了。节日的欢乐瞬间被恐怖和痛苦的哀嚎声所代替，现场是一片的混乱。晚上7点多，鸣着警笛的救护车赶到了现场。最终呢，总共有67人被送往医院。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一个残酷的消息传来，有4个人因为抢救无效而死亡。他们分别是64岁的谷中龙俊、53岁的田中龙明、16岁的少女鸟居美幸，以及年仅10岁的男孩广田宏。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本该充满美好回忆的夏日祭典，竟然会有4个人离世。警方火速的介入调查，法医的检测结果令人心惊，在受害者的胃里和呕吐物里都检测出了有毒的砷化合物亚砷酸。随后呢，在案发现场的那锅咖喱里面检测出了相同的砷化物。警察还在现场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个蓝色的纸杯，在蓝色纸杯里面检测出了高浓度的亚砷酸。要知道祭典现场派发的是白色的纸杯，警方推断是有人用蓝色的纸杯携带了亚砷酸，然后呢在咖喱里下了毒。而制作咖喱的主妇们呢，就成为了重点怀疑的对象了。警方立刻开始严密的排查，时间线被清晰的梳理了出来。主妇们是从早上8点半开始制作咖喱的，到了中午11点半，咖喱被煮好了。当时呢，还有6名主妇品尝过，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关键的下毒时间窗口被锁定在了中午12点半到下午3点之间，也就是咖喱被轮流看守的时段。在这段时间内呢，看守咖喱的总共有3名主妇，其中呢有2名主妇的孩子也中毒了。没有母亲会忍心对自己的孩子下毒，所以呢排除了这2名主妇的嫌疑。那么呢就剩下了1名主妇了，她就是林真须美。更让警方起疑的是呢，林真一家当晚并没有参加祭典，他的理由是祭典没有什么意思，转而呢和朋友家人去 KTV 去唱歌了，直到深夜11点才回家。是到了第2天看电视的时候呢，才得知了惨案发生了。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警方呢也只能让林真先回家。
但这个时候呢，得到消息的媒体记者已经将林真的家围的是水泄不通啊！为了这些大新闻，有些疯狂的记者们甚至爬上了他家的屋顶，砸坏了玻璃，这让林真很是愤怒。他拿起水管向记者们喷水驱赶，记者们狼狈的躲避。这一幕呢，被镜头完整的记录了下来。到了第二天，万年不遇的毒妇、恶魔祖父这样的标题登上了所有报纸的头条。在法庭没有审判之前，舆论已经迫不及待地给他判了死刑。巨大的社会压力如同潮水一般涌向了警方，迫使他们必须找到林真有罪的铁证。于是呢，警方开始调查林真夫妇的过去，揭开了林真一家不为人知的秘密。林真和她的丈夫两个人都没有工作，但是呢，有着花不完的钱。这一点呢，让邻居们一直都很好奇。那么钱是从哪儿来的呢？经过警方的调查，夫妻两人的钱全部来自于保险赔付。林真须美看上去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实则呢是一名资深的保险推销员。而她的丈夫林之健曾经经营过一家杀虫剂工厂，砷这种白色的剧毒粉末正是他们工厂生产杀虫剂的原料。林真夫妇为了钱，曾经多次给自己的员工下毒。林真利用职务之便，在工厂员工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为他们购买了高额的意外保险。随后呢，一场场的砷中毒的意外事件接连发生，有的员工不幸身亡，有的呢是重伤入院，所有的这些都被认定为工伤事故，而巨额的保险赔款呢，则源源不断的流入了作为受益人的丈夫林建志的口袋。这些员工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老板和老板娘就是谋财害命的元凶。频繁的员工中毒引起了保险公司的怀疑，为了打消这些怀疑，也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这对狠毒的夫妇决定上演一出苦肉计。丈夫林建志竟然自愿让妻子给他下毒，他们约定好了用量要少一点意识一下就可以了，毕竟是自家人嘛。然而呢，在一次丈夫住院期间，求财心切的林真呢，恐怕觉得这个药效不足，偷偷的又为丈夫准备了一份加了料加了量的菜饭给送过去。戏剧性的是呢，丈夫那天胃口不好，一口没吃，全都被同一个病房的另一位病友给吃了。结果呢，这位无辜的病友急性砷中毒，被迫呢切除了2/3的胃，这才保住了性命。因为这场意外呢，林真收敛了几年。1992年，杀虫剂工厂关闭他们的骗保并没有停止。到了1996年，林真骑着自行车撞向烧烤炉，双腿烫伤，成功骗取了459万日元。1997年，他们玩了一次大的这一次呢，他们双管齐下，林建志不仅喝下了加了砷的汤，甚至用舌头去舔砷化物。这种疯狂的自残行为终于将身体给击垮了，同时呢，也为他们换来了高达1.3亿日元的巨额赔款。丈夫的身体垮了，林真呢就将目光投向了平时和自己打麻将的牌友们，他同样是偷偷的给他们办理了保险。然后呢，这些牌友们便一个一个的都住进了医院，一笔一笔的赔款再次落入了这对夫妻的腰包。根据警方的最终统计，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围绕着林真夫妇身边的砷中毒事件高达19起，他们累计获得了约4.3亿日元的保险金。面对这样一份触目惊心的记录，警方和公众几乎断定，一个对员工、对朋友，甚至对自己和丈夫都毫不犹豫下毒的女人，完全有可能给咖喱下毒，毒害邻居。毕竟呢，她是个下毒的惯犯了。1998年10月4日，警方冲入了林真家，以保险诈骗罪名逮捕了夫妻二人。搜查当中呢，他们找到了很多所谓的铁证。第一，警察在林真家发现了一包含有亚砷酸的药品。第二，在林真家找到了一沓与案发现场发现的同款的蓝色纸杯。第三，厨房排水沟里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砷残留。第四，林真前额的头发当中检测出了砷成分，证明他在案发之前5个月之内接触过砷。然而呢，这些证据并不足以起诉林真。就在这时，有一位关键的证人十分关键的一个证人，一名16岁的少年向警方作证。他说，在案发当天，他看见林真鬼鬼祟祟，右手拿着纸杯，左手打开了咖喱锅盖。有了物证，又有了人证，林真被正式以谋杀罪和谋杀未遂起诉。尽管他承认了所有的骗保罪行，但坚决否认与毒咖喱案有关。他一直高喊着我是被冤枉的。
经过了3年的案件审理，2002年12月11日，和歌山地方法院作出了审判，林真须美谋杀罪名成立，判处死刑。这个案件之所以一直引起争议呢，是因为法庭上呈现出的所谓的铁证，在很多人看来根本就不堪一击。第一，作案动机不明，林真在之前的每一次投毒目标很明确，都是为了钱。而这次的咖喱投毒呢，他得不到1分钱的好处，没有任何好处。警方推测的作案动机是因为被主妇们嘲讽而冲动下毒。但是呢，作为一个坐拥亿万身家、精于算计的惯犯真的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矛盾就犯下了这种足以毁灭自己的滔天大罪吗？这完全不符合他一贯的行为逻辑。第二呢，就是物证薄弱。林真的丈夫本来就是做杀虫剂生意的，家里有生残留是合情合理的。案发时呢，生化物管理也不严格，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轻易的买到生化物。还有那个关键的蓝色纸杯，附近的商店到处都可以买到，很多邻居家里也有同款。更重要的是呢，案发现场的那个蓝色纸杯上面没有检测出林真的指纹。警方是在案发2个月之后才搜查的林真家，他有充足的时间去处理掉所有的证据，为何会愚蠢地将蓝色纸杯和毒药留在家里，等着警察来查呢？第三，人证的证言漏洞百出。那位唯一的目击少年，他的证词存在着致命的错误。他声称林真当天穿的是白色的 T 恤和奶油色的裤子，但实际上呢，当天林真穿的是一身黑色的衣服。警方还做过试验，站在少年所说的这个位置是根本看不到咖喱锅的。最诡异的是，这位决定性的关键证人在开庭前神秘的失踪了，从未出庭作证。也就是说，这是一场没有证人的谋杀审判。面对如此多的疑点，法院的判决呢，更多的是基于林真是一名下毒的惯犯，而并非本案的确凿证据。林真在采访当中曾经说过，如果我被执行了死刑，那么我是被日本的虚假审判杀死的。几年之后，这个案件的争议越来越大，甚至有一些人自发组织了林真的支援团，从2010年开始，每年的7月定时举行，要求法院重审此案。毒咖喱案件发生之后呢，林真被判了死刑，丈夫被判了6年的有期徒刑。愤怒的受害者家属放火烧毁了他们的房子，林真的4个孩子一夜之间沦为毒妇的孩子，被社会彻底抛弃。他们被送到了孤儿院，在那里受尽了欺凌。儿子林孝一正回忆说，他小时候他的头被打破，缝了好几针，牙齿呢被打掉，晚饭里经常会放入干燥剂，但是当时的大人们对此是无动于衷。成年之后呢，他成为了一名卡车司机，交往了一个女朋友，已经订婚了。但是呢，在婚前他说出了实情，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未婚妻的父母立刻就悔婚了。林真的丈夫因为砷中毒后遗症而瘫痪，不能自理。出狱之后呢，他一直由自己的儿子来照顾。3个女儿选择改名换姓，远走他乡，试图切断与过去的联系。然而呢，命运的诅咒依然是如影随形。2021年，饱受精神折磨的大女儿由子抱着自己的年幼孩子，选择了跳海自我了结。而林真须美如今已经60多岁了，她至今仍然被关押在死刑犯的监狱当中。她从未放弃过申诉，坚持要求重审，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回顾整个案件，林真须美的确是一个罪行累累的下毒惯犯，她的骗保行为令人发指。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毒咖喱案当中，证据链千疮百孔也是事实。这个案件呢，早已超越了案件的本身，它更关乎于证据与偏见，舆论与司法。法律的尊严在于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林真须美呢，他或许是一个罪行累累的骗保者，但他是不是毒咖喱案当中的真凶呢？欢迎您在评论区里留言，留下您的看法。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